原本死了的林锦绣突然坐了起来。成了，冲喜成功，小王爷的命保住了！快去通知皇上！法师们一拥而散，躺在地上的林锦绣根本就无人理会。林锦绣整个人看起来有些呆滞，因为刚刚解除了死亡危险，脑海里面却是冒出了奇怪的剧情。他没有重生，而是穿书了，穿到了一个和他同名的可怜女人身上。林锦绣原身本是侯府的大小姐，只是因为母亲生她难产而亡，父亲祖母皆视她为不祥。出生之后，她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，好不容易浑浑噩噩的长大，以为嫁人可以远离侯府，结果萧王回来了。萧王是重伤垂死回来的，当今皇上念在他为大周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找了许多大夫医治都没有效果，无奈之下找来萨满法师给他找人冲喜。原本选上的人是林锦绣继母的女儿，却在嫁人的时候被人给逃带丽江送来冲喜来了。系统在吗？我是想要重生回到我自己的时代，不是这样的重生啊！你以为我把你送到这具身体里面容易吗？我想回去也可以，但是需要功德，只要有足够的功德点，我才有能量送你回你的时代。功德，所以我只要在这个世界赚取足够的功德，就能回去了，回到那个男人背叛我之前，回到我的哥哥为了救我而死之前。是这样的，没错。所以为了回家，加油。那我可以重来，为何原身不行？原身只是不甘心，为何他过得不好，却不留恋人世间？你有心为他报仇就是。至于你如何获得功德嘛，看到躺在那边的那个男人了吗？是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，未来龙袍加身的男人，只可惜太过儿女情长，一代枭雄因此没落，这个世界也混战了几百年。我们的出现就是纠正这一点。你成为他心尖上的女人，让别的女人无法伤害他，辅佐他登上帝位，就有大功德，你就能回家了。我把这个世界的剧情传送给你。林锦绣在脑海里面过渡了一遍剧情，然后就来到了床边。床上躺着的江千虫脸色苍白，尽管如此，那宛如精心雕琢的脸庞棱角分明，带着强烈的压迫感。不愧是枭雄啊，只可惜啊，死于小青梅之手。江千虫醒了。你王爷，妾身是林锦绣，是你的冲喜王妃啊。实际上江千虫听到了这句话，江千虫的小青梅就是这么娇柔造作的说话的吧？男人呢都好这口，也不怪人家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就是不知道被小青梅弄死之后，他的鬼魂还风不风流。江千虫摇了摇头，觉得自己可能是魔怔了吧。眼前之人明明只说了一句话，为何他觉得好吵？还有什么小青梅，还死于小青梅之手？王爷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这人不说话是有毛病吧？看着我做什么？老娘脸上又没有花。江千虫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哼，这个女人还真的很会做戏。就在此时，一群老弱妇孺直接的就冲了进来，将原本在床边的林锦绣瞬间被挤出去老远。儿啊，你可醒了！孙儿，你都不知道祖母有多担心你。一旁的林锦绣听得好笑，哼，担心？听着都好笑。这群女人都在这里争表现，江千虫也是可怜呐。这么多人里面，除了他亲娘之外，压根就没有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，都是怕他死了，自己的日子就难过呀。反正不着急，再过3天，流放的圣旨就下来了，到时候江千虫就能一一看清楚这些人的嘴脸了。堂堂异姓王啊，可怜呐。林锦绣在心里疯狂吐槽，这密集的声音盖过了这一群女人，江千虫想要忽视都难。这个女人在可怜他，虽然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但是大概也能猜到，他能听到这女人的心里话。3天之后，萧王府会被流放，这女人知道未来发生的事儿，不管如何，未雨绸缪定是要的。3天还有时间处理，这群女人假情假意，她未必不知道，只是留着总归是有用的。祖母、母亲，你们都先回去吧。出去的时候，老夫人还看了一眼林锦绣，特意的吩咐了声：“你要好好照顾王爷，知道吗？”林锦绣蹙眉，老夫人的语气她很不喜欢。没有记错的话，她是王妃吧？除了王爷之外，她应该是这个府邸权力最大的人才对嘛。算了，这老太太马上就要流放了，也不跟她一般见识，干脆不理会。
一旁的王妃倒是个记恩的，毕竟是林锦绣吞金充血，才把儿子的命给救回来的。母亲也是一片好意，你去照顾王爷吧。老夫人不满意的哼哼一声，直接就离开了。林锦绣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。有的老人吧，年纪老了是可爱，有的老人呢，就是可憎。王妃娘娘，奴婢过来送晚膳。出去吧。怎么王府的丫头胆子都这么大的啊？当着我这个王妃的面都敢勾引王爷了，还好是要流放了，要不然的话，这王府我肯定是待不下去的，更别说做什么江千虫的心奸人了。这话说回来，江千虫不是喜欢那种娇娇柔柔的造作女人吗？我的表现难不成还不够温柔？亏得我嗓子那么痛，还开口出声的，也看不出来江千虫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呀？把我晾在一边，这算是个什么情况呀？林锦绣头疼不已，一旁的江千虫却是觉得很有意思，能够听到别人的心声。这女人只是压低声音说话就叫温柔了吗？还真的是委屈她了呀。目前看来，这女人对我应该没有恶意，而且还为了救我拼命，就凭着这一点，肯定会给她脸面的。只是做我心尖上的女人，怕是还不够格。王爷，这女人要表现温柔，那江千虫就配合她。谢谢王妃。林锦绣露出一抹温柔的笑，心中却是发出了土拨鼠的尖叫。帅哥对我笑了，今晚奖励自己什么呢？那就奖励自己一座侯府吧。江千虫眼中闪过一丝茫然，什么叫奖励自己一座侯府呀？王爷，要妾身伺候你休息吗？王爷呀，你快点睡觉吧，我还要出去拿自己的奖励呢。江千虫咳嗽两声，决定还是配合他。王爷要休息了，王妃今晚就住在隔壁的房间吧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林锦绣表现得有些失望的开口，妾身是想要照顾王爷的，不过妾身还是听王爷的安排。不错嘛，帅哥，你是个上道的，知道我一个人睡觉更方便行动嘛。那王爷早点休息，妾身出去叫江一来照顾您。不等江千虫表态，林锦绣就飞快地出了江千虫的房间，叫了江一去值夜，然后自己则是钻入了隔壁的房间内。喂，筒子，我的空间恢复了吗？已经恢复了，和你之前用的一模一样。林锦绣很是满意，就知道系统有这个本事。她的空间是上一世自带的，和灵魂绑定，里面的空间无限大，能够装很多东西，还有灵泉水。他打算给自己的奖励就是今晚上去搬空侯府，从空间里头找出来一件夜行衣。侯府啊，宝贝呀，我来了。他却不知道，他前脚刚走，身后就跟了个小尾巴。林锦绣顺着原主的记忆来到了侯府。原主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但是却只是长在属于他的小院子里，人人可欺。选在这里作为第一个，何尝不是给原主出口气呢？先让这一家人破财。系统传来了侯府的宝藏位置，但凡是值钱的，林锦绣都去光顾了一遍。第一个地方就是去的仓库，原主的母亲家世不错，陪嫁自然也是不错的，都堆积在仓库里头。原本她出嫁就该陪嫁的东西，此时却好好的放在这儿。哎呀，把原主去送死，还昧些原主的东西，是打算给自己女儿当陪嫁吗？想得美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林锦绣伸手直接收，但凡他的手所过之处，这里的东西全都进入了林锦绣的空间中。收完了金银珠宝，还有其他的呢。于是林锦绣开始了挨个院子的忙碌，先是偷偷进去，一根银针把熟睡中的人变成昏迷，然后直接连衣服带床一起收进了空间里。林锦绣做完一切，又悄无声息地朝着萧王府回去了。等到林锦绣回到自己房间之后，小尾巴这才进了江千虫的房间，开始汇报。王爷，王妃刚刚回去侯府一趟，进去差不多有1个半时辰才出来。你没有跟进去？属下只是远远的跟着，看着王妃她好像去了每个人的院子，就是进去转了一圈就出来了。或许王妃是想念家人了。江千虫有些好笑的瞥了一眼江一。你查到他的资料了吗？王爷，反馈回来的消息，王妃不是侯爷的嫡次女林锦瑜，而是嫡长女林锦绣。林锦绣在侯府生活的好像并不是很好，毕竟有了后娘就有后爹。但是不知道原来王妃这么厉害呀。一个无人撑腰的女孩子在侯府这种地方能够活下来，当然不是良善之辈。先看看明天侯府那边传来的消息吧，还有宫里的消息可证实了。证实了，王爷，你冲洗成功，皇上表面开心，奖赏了那些萨满法师，实际上却是将那些萨满法师都给杀了。这么看起来，皇上确实不是真心想要让我好起来的。
也安排人尽快去边境好好安顿好我们的人，还有带人去路上接应。皇上应该还不敢杀我，大概率是流放。从林锦绣那里知道的流放，但是江千虫不敢肯定，只是做未雨绸缪的准备罢了。侯府失窃了，甚至过分的是，连穿的衣服、睡的床都给搬走了。江千虫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，也是呆愣了一下。所以林锦绣说的奖励自己一个侯府，是指把侯府的全部财产都搬光。这女人也太牛了吧！可是她就进去1个多小时，能够把东西都存放到哪里呢？这个女人有秘密。王爷，喝粥，这是妾身一大早亲自去厨房熬制的。嘴里说了什么倒是没有注意听，心声却是听得一干二净。快吃吧，我可是熬了小半个时辰呢，乖乖吃了，身体就能够康复哟。这种好东西啊，一般人老娘才不会给他吃呢。算你运气好，谁让你是我的任务对象呢？任务？对我好是任务？是谁布置的任务？林锦绣是彻底引起了江千虫的兴趣了。反正能够听到他的心声，把人留下来，迟早能够发现的。谢谢。林锦绣听到这声谢谢，又开心了。今天他跟我说谢谢了，奖励自己什么好呢？皇宫有钱还是国库有钱啊？正在喝粥的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这女人当真是胆大包天呐！昨天偷了侯府，不安分一点，居然还在打国库和皇宫的主意。他以为皇宫是什么地方呀？能够随便去留的吗？算了，国库吧，发现的晚一点，才好对皇宫下手。江千虫人都已经麻木了。这女人是疯了吧？王爷，听说妾身的娘家出事了，被脱光了，要不送100斤粮食回去，给妾身的娘家救救急？虽然是在询问，心里却是在催促。快同意呀，快同意呀！老娘要回去看戏，老娘要回去羞辱那些人啊！江千虫直接无语，养这么个女儿，也是侯爷应得的报应啊！100斤粮食会不会太少？要不多一点？话还没有说完呢，就听到林锦绣的吐槽。我说，你粮食多的吃不完了是吧？你吃不完拿去喂狗呀？干嘛要拿去喂那些连狗都不如的人呐？这女人的反差这么大吗？到底是怎么装进去的呀？果然是我心情还不够，得多训练了，才能做到万事面不改色。那就听王妃的，王妃你别哭啊！明明是在骂他，偏偏脸上还要装成个哭的样子。王爷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可是100斤粮食已经够吃很久了，我好几年都吃不到侯府100斤粮食呢。够了够了！江千虫突然就很想去看戏了。王妃，本王陪你回去吧。这人陪着我回去干嘛呀？这会阻碍我的发挥的呀！听到他的心里话，江千虫越发觉得那必须要回去看看。王妃为了本王都甘愿舍命冲戏，只是陪王妃回去娘家一趟，应该的。江一，准备一下出门。江一觉得吧，自家王爷对王妃是上了心了，这也是好事情，于是很快的就出去找了个轮椅过来。林锦绣看着轮椅，直接就傻了眼。什么呀？那个大佬把轮椅都弄出来了。好了，这下子这个变鬼王爷是无论如何都得去的了。见过王爷。王爷恕罪，奴才失礼了。是失礼了，出来的人应该是还没有分到衣服吧？这还穿着睡衣呢。林锦绣在心里狂笑。不行了，我都已经快要忍不住了。侯府里面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呀？我要进去看看。爹，我回来了。听说侯府失窃了，我求了王爷，送了100斤粮食回来，应该够您吃一段时间了。侯爷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。这个林锦绣果然是上不得台面的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啊？吃100斤粮食太少了吗？不应该呀，爹不是说100斤粮食不够把我养大了？我长这么大都没有吃够100斤粮食呢。这可是爹爹亲口说的，也是为了回报爹爹的100斤粮食的恩德，又加上卓氏倾慕于王爷，我才愿意代替锦瑜妹妹嫁过去的。好在上天都觉得我和王爷很般配，让王爷活过来了呢。对了，爹爹，为什么侯府都被偷了？被偷了什么东西呀？昨天我出嫁的时候可是什么嫁妆都没有拿呀。让人家好好看看吧，偷偷把大女儿送去送死，还不给嫁妆。我就算是要离开这里，也得先把这家人的名声给搞臭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傻叉侯爷还不知道冲喜的内情吗？这一次的冲喜，皇上可是千挑万选选的林锦瑜那个克夫女的。
能够一下子冲死江千虫，结果就因为侯爷疼爱女儿，把林锦绣给送过去了。结果他来了，江千虫活了。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，皇上肯定会找个由头弄死侯爷。侯府这是要完了呀！爹爹，你赶紧收下吧，王爷身子不好，我要回去好好照顾王爷了。王爷，你说是不是呀？您累了。说着还冲着江千虫眨巴了一下眼睛。江千虫心中好笑，算了吧，再配合他一下。岳父现在缺粮，这100斤粮食比起岳父养大王妃的粮食还多出来一些，足够偿还你对王妃的养育之恩了。回吧。萧王是什么人呐？他的话肯定是没有错的。养自己的女儿从小到大没用100斤粮食，那林家大小姐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这之前的日子怕是苦到不敢想吧。侯爷想说什么，终究还是不敢，只能收下了这100多斤的粮食，默认是王妃娘娘还了侯府养大她的恩情。林锦绣很满意，在心里倒是夸赞了一下江千虫。王爷还真是个好人呢，从头到尾一直都在配合我呀，就是因为救命之恩嘛。难怪童子说这个家伙容易在女人身上栽跟头，还挺傻的嘛。变贵王爷的称呼之后，我又有了新的称呼，庭审的夫人。林锦绣这个女人真的是多变了。王爷，妾身能不能在街上逛逛呀？这可是古代的街道啊，真的好想去逛逛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江千虫有些诧异。什么叫古代呀？听不懂。但还是同意了。你想去就去吧。王爷，您真好，我今天晚上给你炖鸡汤。炖鸡汤可是我的拿手绝活，这男人喝了之后肯定会对我死心塌地的了。毕竟老话不是说了吗？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得抓一只鸡先抓住一个男人的胃，把他的胃口养刁了，以后就再也吃不下去别人做的饭菜。看你还怎么离开我。林锦绣得意洋洋，准备在心中实行自己的计划，却不知道他的计划都被江千虫听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还有些无奈。本王又不是重口腹之欲的人，真的一点吃的而已，没那么重要。其实江千虫陪着林锦绣出来逛街还是有个目的的，他在释放一个消息，他萧王回来了。皇上因为他能活下来的消息，就杀了那些萨满法师，想来接下来是会有动作的。林锦绣在街上玩够了才回家了，回去之后就钻到厨房里头去了。说好要熬鸡汤给江千虫的，我当然是说到做到的嘛。王爷，妾身熬的鸡汤好了，快喝吧。男人，拜倒在我的鸡汤美味之下吧。其实我很想拜倒的，因为味道真的很好，但是这个女人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啊。憋了又憋，才没有笑出声来。江千虫忍着笑，把鸡汤给喝了。多谢王妃，你辛苦了，回房去休息吧。好的，王爷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嘴上甜甜的说了一句，但是心里已经开始咆哮了。狗男人，吃了我的，喝了我的，居然都不夸赞我，应该夸赞好吃的嘛，辛苦个屁呀！系统也是无语了。那个宿主，商量个事儿呗。你也太表里不一了，我都一直盯着你，有些不习惯。而且你心里的话好多呀。哼，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憋了多久，浑浑噩噩的，终于能说话了。还要在那个什么王爷面前装成温柔小白脸，我心里话不丰富一点，你想要憋死我吗？再说了，我心里话多，你憋着不听不就行了？我要睡觉了，到点叫我起来啊！我还要去偷国库呢，那些宝贝在等着我呢。系统无语，算了吧，自己选的宿主，还得自己宠着。好。林锦绣这才笑眯眯的去睡觉，早点睡，半夜好干活。哎呀，金灿灿的金子呀！国库里面都是金银珠宝，还有各地上贡的好东西，发财了，暴富呀！真的是一夜暴富。我觉得这点钱用来建国的话，真的不多。可别忘记你的任务呀，要帮助江千虫当皇帝的，这点资本不够啊。你能不能不要扫兴啊？明明有着巨额财产，现在就告诉他，这个财产他也只是暂时保管，这不得要了他的命啊！就因为这个原因，第二天的时候，林锦绣端着熬好的稀粥来给江千虫吃的时候，对江千虫都是一脸的怨念。江千虫啊，你怎么命这么好呀？我这段时间拼死拼活，像个贼一样到处去偷东西，就是为了养你，我容易吗我？如果你以后还死在那个小青梅手上，我还不如现在就弄死你呢。系统有些无奈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态度好一点嘛！你别忘了，你可是要成为他心尖上的女人，怎么能一脸怨气的看着他嘛？你怕他死在别人手上，那你就努力抓住他的心嘛，让他心里只能看到你。什么小青梅，就是女人也来一个踢走一个呀！你看他对我那么冷淡，
都不跟我贴贴，也不跟我一个笑脸，我什么时候能够攻略他吗？林锦绣简直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笑容，声音娇柔的开口：“王爷，妾室熬的粥好喝吗？”江千虫将林锦绣和那个什么看不见的系统对话听得一清二楚，感情是因为他一直对林锦绣表现的冷淡，他有些发飙了。不过什么叫为了养他到处偷东西啊？好喝，辛苦王妃了。王妃为了本王这么辛劳，要不本王给你买个玉镯子？林锦绣又在心中狂怒，哼，一个玉镯子就想打发我？老娘给你偷了上千个玉镯子呢，老娘是想要贴贴嘛，竟然成了你的心尖宠啊！谁要什么玉镯子了？心中疯狂吐槽，脸上还要一脸感激的开口：“谢谢王爷，王爷你真好。”这娇柔的语气，还有那娇媚的脸庞，老娘想吐啊！江千虫原本还有些害羞的思绪，在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之后，硬是忍了又忍，才没有笑出声来。这个女人真的是太好玩了呀！不过贴切到底是什么？如果不太为难的话，倒是想要成全她。只可惜没人给他解惑。王爷，圣旨来啦！什么呀这？3天过得这么快吗？这抄家的圣旨就来了？萧王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萧王江千虫在边关作战，罔顾圣意，即日起夺取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抄家全家流放，钦此。王爷接旨吧。这圣旨下的还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，罔顾圣意，谁知道圣意是什么？还不是由皇上说。江千虫的眼中闪过一抹寒意，被林锦绣这个女人给说中了，还好他已经暗中布下后手。林锦绣倒是无所谓，反正他有东西嘛，一路上饿不死。可怜的人也不是他呀，王府其他的人却仿佛是天都塌了一样。江千虫接下圣旨的那一刻，就有士兵冲了进来，开始去搜索王府的东西。公公，没有东西，整个王府连厨房都没有一点吃的。林锦绣心里得意洋洋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哼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个男人辛辛苦苦打下的钱财，当然是给我了，怎么可能给那个狗皇帝呀？昨天晚上老娘激动的睡不着觉，就把整个王府的东西都装在空间里头了。你们今天抄家，要是能够在王府找到半颗金子，我头剃下来给你们当球玩。江千虫想到了林锦绣狠，但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狠呐，居然连半点东西都没有留下。王爷，能给个解释吗？虫儿你怎么样了？公公，求求你帮忙找个大夫吧。老太监哼了一声，没有找到东西，那叫一个生气。把这里的奴婢和奴才都带走，还有你们准备一下，都走吧。江侍卫，跟咱家走吧。公公有所不知，我是自由身，不是王府的奴才，所以就算王府被抄家，也无法买卖我，我是自愿跟着王爷的。哼，把人都赶走，给江千虫套上枷锁。这是恼羞成怒了吧？这林锦绣就安静地扶着江千虫，不哭不闹的，实际上是在给江千虫把脉，心里还有些疑惑。这不应该呀，为了这家伙能够撑得下去，这2年可是给他狠狠补了的呀，怎么会被气得吐血呀？等到把过脉之后，原来是装的。这男人什么情况呀？江千虫听着林锦绣的心声，想要瞒过自家媳妇儿，真的是太难了呀。我家主子已经重伤了，还带枷锁，你想要我家王爷的命吗？这个咱家也不能做主呀，都是皇上的意思呀。公公开恩啊，我家夫君性命垂危，带着枷锁会死的，实在不行，我替我家夫君带，可以吗？公公，妾身也愿意为我儿带枷锁，还请公公成全。本来萧王府抄家来看戏的人就多，还是以这种莫须有的罪名。林锦绣这么一喊，声音又大，外头不知情况的人还以为这老太监在欺压萧王呢。皇上只是让我家夫君成为庶人，没有杀了我家夫君。公公，你是想要逼死我家夫君吗？一边说话的时候，一边手指甲狠狠的用力，直接掐到老太监的小腿处。看我不掐你这个助纣为虐的老太监，痛不死你呀！老太监又痛又气，最后才恨恨的开口：把人都赶走，立刻赶走。还好老娘会闹腾，不然这枷锁你今天就得带上了呀。江千虫的心里倒是很感动。江一，快点背着我夫君走啊！老太监被闹得都忘记去追究财产的事情了，直接把人就给放走了。谢谢公公，你真的是个好人啊。只可惜是个命不长久的好人，陷害忠良，为虎作伥的狗东西，该死的！官爷，
能不能暂停一下？我想进去换2身衣裳。放心，你让人跟着我们，我们不逃跑。身着华服赶路的话，只会成为绊脚石。眼下可是炎炎夏日，他想去换身简单的衣裳。其实他里面穿的衣服就是简单的常服，但是江夫人看起来实在可怜。至于后面那群女人，林锦绣才不管呢。那士兵皱着眉头，看着林锦绣递过来的银子之后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你速度快点儿，他们拖拖拉拉走得慢，来得及的。还得多亏了那群哭哭啼啼的女人呢。林锦绣带着江夫人进去之后，就找到掌柜的。掌柜的，劳烦来2件好赶路的衣裳。掌柜的看着2人从抄家队伍里面出来的，又看了看外面。你们是萧王府的人吧？萧王爷是冤枉的，我们都懂。等着吧，我去拿衣服。掌柜的很快就把衣裳给取过来，林锦绣和江夫人换上。江夫人身上的东西都被收了，没有钱。林锦绣这个时候开口，解了她的尴尬。夫君，你醒了，快喝点水吧。希望这个江千虫是个聪明的，喝的不是水，也不要声张啊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很是好笑，他又不傻。谢谢。照顾夫君是我该做的呀。老大媳妇儿，你过来，给我捏捏腿。江母皱着眉头，心中有些不愿意。她也走了这么远的路，累得很，哪有力气去给老太太按摩呀？这老太婆就是存心折磨人的吧？祖母，我娘也很累的，还是抓紧时间先休息吧。老太太本来就讨厌林锦绣，现在听到林锦绣还敢说话，瞬间就怒气上头。都怪你这个扫把星，过门几天呢，就害得我们全家流放，你还有脸说话呢？林锦绣的眼里闪过一抹寒意。哼，这个老太婆心思真的是毒得很呢，居然还想给我扣上个扫把星的名头。明眼人都知道王府流放是怎么回事，居然还想怪罪到我头上来。瞬间怒气上涌，想要说什么，就看到一个官兵走了过来。看你们的精神还好得很嘛，还有力气吵架，这就是今晚的吃食，赶紧吃。老太太养尊处优了一辈子，什么时候吃过这种窝窝头啊？瞬间觉得气血上涌，欺人太甚呐，真的是欺人太甚。什么叫虎落平阳被犬欺？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。林锦绣看着老太太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倒是也没有提醒，而是拉着江母过来坐下。娘，用水泡一下窝窝头，这样好吞咽一些。又从包袱里拿出来一个碗，倒了水，把窝窝头放进去。那王掌柜的倒是好心，准备的齐全，连碗都有。林锦绣的嘴角扯了一下，想什么呢你呀？这个碗是我的。哎，哪有人会这么好心的帮助你呀？这大美人可真的是会想啊。不过她也没有办法解释，只能笑着开口。是啊，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报答她。母亲，快吃吧，免得等下又有人过来抢了。这倒不是她胡说哈，而是老太太那边听着这边的眼神实在是太过热烈，所以3两下的让江母给吃了，然后自己又吃了一个，剩下的2个给了江一和江千虫。江千虫倒是不介意，他行军打仗的人吃什么都能习惯的，倒是有些心疼林锦绣。果然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今天晚上的刺杀是冲着江一来的，要怎么提醒江一要小心呢？要知道原剧情里面江一可是在这里受了重伤，逃出去之后被小青梅所救的，以后也会成为小青梅的忠实走狗，他一定要打断这件事情。那么如何让江一成为自己的忠实走狗呢？江千虫听完林锦绣的心声，十分的无语。今天晚上有刺史，这奸夫不想着躲开，居然只想着收下江一为他的忠实走狗，他到底是不是个正常人啊？还没感叹完呢，就又听到林锦绣的心声。哎，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呢？刺杀剧情快点来好吧，我好去偷皇宫吧。平白无故的让我受罪，我也不好放过，你们都别想好过，都给老娘当穷光蛋去吧。江千虫无语，这一家伙居然还想着去偷皇，走了2个时辰的路，你怎么会的去？在林锦绣的期盼之下，周围的树林终于是稀稀拉拉的传来声音了。来了，他来了，刺杀的剧情他来了呀！江千虫有些无奈。江一，等下自己逃命去吧。江一不可置信地看着王爷。主子，我死也不会弃你而去的。一旁的林锦绣听到动静，偏了偏嘴角。嘿，还真是个忠心的小侍卫呀！江千虫这个没眼光的，愿意为你死的小侍卫不珍惜，居然对小青梅动情，死了也活该。
被念叨的多了，江千虫现在想到那个林锦绣口中的小青梅就觉得头疼。而此时的衙役们终于发现了刺客的存在，有刺客！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沸腾起来。江家的众人各自奔逃。江爷，快点，你随便背着一个人跑，把杀手给引开。为了你家王爷，你去吧。你们别说话，我去把人引开，等我回来。江千虫的眼神好，在夜色里也是能把林锦绣的动作看得清楚的。这个林锦绣到底是什么人？下手一箩干净，比起对方的杀手更加专业。林锦绣还需要这些杀手们来帮他拖延时间呢。脱离了战场，然后拿出自行车来，疯狂地奔起来。还好一路过来的都是官道，自行车在上头飞驰得飞快，凭他的速度，只花了20分钟就回到皇城。借着夜色的掩盖，穿上夜行衣，走遍了皇宫的每一个角落，将所有的财宝都装在空间里，甚至他搬空了整个御膳房。做完这些之后，天都快亮了，林锦绣这才朝着城外溜了出去。你醒了？江一看着林锦绣还愣了一下。王妃，是你救了我，王爷呢？王爷没事吧？好家伙，古人的忠诚真的是刻在骨子里头的呀。不知道，我把夫君藏起来之后就去引开杀手，我逃了1晚上才逃掉，然后就在路边见到你，把你搬到这儿来了。我是要回去找夫君的。江一听到这话，看着林锦绣的眼神就变得越发尊敬了。一般人逃跑之后肯定不会再选择回去继续流放的，但是林锦绣为了王爷甘愿回去陪着王爷流放。那我跟着王妃一起回去。林锦绣却是摇头。江侍卫，昨天那个刺杀看起来更像是冲着你来的，所以我建议你留在暗处保护夫君即可。江一想了想，好像还真是的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林锦绣皱了下眉头，这人怎么这么傻？但还是开口指点了一句：联系王爷的旧部，忠心的那种，带在路上，暗中保护我的夫君。这次的刺杀，这只是个开始，不是结束。江一这才发现自家王妃好像还是个厉害的角色呀。属下听王妃的。好家伙，总算是还有点脑子。起码这样一来，江千虫的安全又多了一个保障嘛。行吧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要回去了，免得时间太久，夫君就该担心了。等到林锦绣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天色大亮了。衙役们还停留在昨晚上遇刺的地方，不是不想走，而是受伤的人太多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。衙役们在附近找了个土郎中过来给大家看病，衙役还在清点人数，那边死了的人有男有女，一共加起来有10多个。失去亲人的人正在那边嚎啕大哭，眼神恨恨地看着江千虫那边的方向。千虫啊，你说锦绣还能回来吗？你以后可要好好的对锦绣，她能为你豁出命去呀。江千虫眯着眼睛，心中想着，他那可不是为他豁出命去，而是开溜了。不过就算是林锦绣一去不回，江千虫也不能说什么。本来就是冲喜的事儿，就让林锦绣死过一次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还是那些萨满法师做了手脚，导致他能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了。这不，林锦绣还没有靠近他都已经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传过来了。哎呀，死了这么多人，看样子昨晚上打斗还是很激烈的呀。不行，我得先确认江千虫有事没事，我救下了江一，万一江千虫出事了，那我不得凉凉啊！江千虫听到这里，心中竟是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来。这个女人还是惦记我的。果然，很快就看到林锦绣的身影朝着他飞奔过来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我可算是活着回来了呀！哎，要把自己搞得狼狈，还真的是不容易呀。这不得做成疯狂奔跑1晚上的样子呀？累死我了！江千虫嘴角扯了一下，他很想问：这人昨晚上偷盗皇宫到底成功了没有啊？当然他不能，他还要装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锦绣啊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。哼，被人追着跑了一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清白的，居然还有脸回来。实际上，老太太是在心中怒骂，这个林锦绣也真的是够笨的，能够跑掉居然不知道跑。周末不要这么说话，锦绣是我的妻子，昨夜逃命本就是我无能，才让她遭此劫难，哪能责怪她？林锦绣面上一脸的感动。王爷，你对我真好。实际上内心却是，你这个憨皮，你这么说岂不是承认老娘不干净吗？你还不嫌弃，轮得到你嫌弃吗？老娘昨晚上偷皇宫已经很累了，回来还要和这个老太婆打嘴仗，丫的，这老太婆倒是命大呀。王爷不用担心，妾身好得很，不信你看，妾身的朱砂痣还在呢。林锦绣虽然不受宠，
但是这个时代大家族的女子是必须点朱砂痣的。朱砂痣一出来，那老太婆才无话可说了，哼了一声，哼，看看你养的好媳妇儿，我说一句话，她有无数的话来回怼我，简直一点家教都没有。林锦绣低着头，偷偷的翻了个白眼儿，哼，谁回了无数句话？我就只是亮了个朱砂痣而已，这老太婆玩不起呀。还有，你这个憨皮，体贴一点嘛！我都忙了一晚上，要累死了，你就开口让我去休息一下嘛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这么累，看起来是真的夺皇宫成功了呀。这还真的是个牛人呐。祖母，锦绣她逃命一晚上了，很累的，孙儿就先让她去休息一下。一旁的衙役也在注视这边的情况，忍不住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，都流放了，这个规矩还讲究的挺好，还真的当自己是王府的老夫人呢。林锦绣觉得解气，老太太却是被气得要死，这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。一个看守犯人的衙役都敢开口嘲讽他们了，直接白眼一翻，气晕过去了。祖母，祖母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小衙役，你快点让大夫给我祖母瞧瞧呀。小丫头哭得梨花带雨，一张口却是盛气凌人。都到了现在这个时候，还分不出来形势的人，才是真的蠢得无可救药啊。林锦绣是真的累了，走到一棵树下，直接靠着树干开始休息。今天看样子是走不成的，他得先保证自己的体力才好。你叫谁小衙役呢？会不会说话？我是衙役，你是流放的犯人，懂吗？流放的犯人一路上死了就死了，还敢命令我做梦去吧？告诉你，乖乖的，不然我手上的鞭子可不长眼睛。你这么好看的小脸，要是被打伤了，可就难看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小衙役愣了一下，看着江雨山，这丫头长得好像是不错呀。没事，这一路上来日方长嘛。江雨山被这个眼神给吓坏了，朝着自家娘亲的背后躲了躲，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盛气凌人。一旁的江千虫忍不住心中冷笑，果然是个蠢货呀。衙役离开之后，江雨山朝着江千虫这边看了过来。大哥，你能给祖母找个大夫吗？祖母她晕倒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她晕倒也是大嫂的原因，你不能不管。听到这话，这是要把老太太晕倒的事情推到林锦绣的身上吗？刚才还说她是蠢货，现在江千虫觉得不对，这人是又蠢又坏呀。你看我现在能去哪里请大夫啊？我现在就是个废人，连自己走路都不行。江雨山听到这儿，瞬间无话可说，只能将目光盯到林锦绣的身上。还没有开口，江千虫就又道：江雨山，大夫就在那边，你有孝心就自己去请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找别人来做。你大嫂刚刚虎口脱险，你别再打扰她了。听到这话，江雨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不过他也不敢过去找大夫，只能回到老夫人身边，坐在身边守候着。这人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孝心在身上的，不过也不多。林锦绣不管这些事情，就闭目养神，睡了一觉起来已经是下午。什么人？不准靠近！我家小姐有话要和江公子说，还请各位差役行个方便。说着，就是一人打少了一锭银子。一个人5两，为了见江千虫，可真的是下血本啊！要知道这个年头，待字闺中的小姐们每个月的月银不过是1-2两银子，也就是说，这些钱都不是小青梅自己的，而是被人指使着过来的。差役们见到了5两银子，倒是一个个的喜笑颜开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出门能够见到银子，那可都是意外之财呀。行吧，去说说话，快点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千虫哥哥，能够再见到你真好，你还好吗？我好担心你啊！哇塞，美人垂泪呀，连我看了都要心动啊，更何况是江千虫这种男人了。哎呀，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。不过吧，你眼神就能够看出来江千虫很不好呀，居然还能够问这么白痴的问题。偏偏江千虫还觉得他好贴心，哼，莫不是脑子都有什么大病吧？这林锦绣真的好丑，还有他那只眼睛看得我觉得很贴心了，明明哭哭啼啼的就很烦好吗？你别哭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小姐是偷偷跑出来的，就是担心江公子你吃苦，还准备了不少东西，你们把东西都搬下来吧。东西是带来不少，大部分是粮食，还有些药材，看起来准备的非常丰富。江公子，这些都是我家小姐为你准备的，希望你这一去一路平安。千虫哥哥，你可千万要平安啊！我相信以你的本事，很快就能够回来的。看到这些东西，老太太等人倒是心花怒放呀，一个个的对苏雨柔的脸色好得很。看着苏雨柔，江雨山迫不及待的开口：还是苏姐姐有心了，准备这么多东西。明明苏姐姐和我大哥才是天生一对儿，
要不是皇上当初非要赐婚，哪里轮得上那个扫把星啊？林锦绣直接翻了个白眼，茶兮兮的开口：原来妹妹一直对皇上不满啊，怪皇上棒打鸳鸯。那苏姑娘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呀？怪我嫁给王爷，占了你的位置。苏雨柔吓了一跳，她哪里敢怪皇上呀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林姐姐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着，毕竟和千重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所以来送送千重哥哥而已。林姐姐，你真的不要多心啊！林锦绣在心里疯狂吐槽：哼，这话说给鬼听的吧？来送送，确定不是来炫耀的？不是急于过来表现你的地位吗？看看这里，所有的江家人都觉得你们才是天生一对呀！来给我来施加压力啊！不好意思，你找错人了，姑奶奶我可不在意这些。还有，江千重，你他喵的是哑巴吗？不知道开口确定一下，谁是你的妻子吗？果然还是个憨皮。苏姑娘，谢谢你来送我，不过我们毕竟没有什么关系，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吧。老太太听到这话差点就疯了，她都已经吃了好几顿窝窝头了，甚至是晚上和今天早上窝窝头都没有她的份儿，她都快饿疯了好吧？千重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雨柔大老远的来送你，怎么能这么伤人的心呢？知道你是为了雨柔好，不想连累她，你也不用做的这么绝情吧？千重哥哥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，真的不能收下吗？林锦绣又翻了个白眼儿，收呀？那么多东西啊，不收白不收。江千重这个笨蛋。江千重愣了一下，饶是他聪明，此时也有些看不懂林锦绣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明明知道苏雨柔是过来打压他的，还是要让他收下他的东西啊？苏姑娘，我知道你心善，但是我们无亲无故的，着实不能收你的东西。千重哥哥，真的这般绝情吗？小姐，你别哭呀，江公子说的对，他现在已经有妻子了，而且被流放，肯定是不想连累小姐的。一旁的江雨山也赶紧开口：对呀，苏姐姐，我大哥肯定是为你好，不忍心连累你。老夫人，您平日也对我多有照顾，这些东西就当我是孝敬您的吧。千重哥哥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们之间的情谊肯定是不会变的。我在京城等着千重哥哥回来。哎呀，有心机的人就是不一样哈。这么一说，好像和江千重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一样。哼，笑死！以为老娘会难过吗？不过对于江千重这么没眼光，还是有些叹息呀。看上谁不好，看上这么一个小白花，哼，害得我都要装成江千重喜欢的人。哎呦，烦死了！千重哥哥，喝水。哼哼哼！千重哥哥个锤子，你不死你！真的是好无奈啊！明明我拒绝了呀，为什么林锦绣还是不开心啊？谢谢娘子。千重哥哥客气了，喝吧，喝完咱们好赶路了。哼，还真的喜欢千重哥哥这个称呼呀，以后就这么叫你，阴阳不死你。原来你是在阴阳我，还以为是觉得叫千重哥哥好听呢。那边的老太太突然来了一句：千重啊，刚才这些东西是你不要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了，你们不能吃。祖母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是一家人的吗？老太太愣了一下，对哈，是一家人嘛。既然是一家人，现在就要听我的。衙役可是不等这家人分的，直接就喊了一声：船队出发啦！昨天死掉的人都在这附近埋了，剩下的人带着枷锁的继续带着枷锁走。江千重没有带枷锁，但是他又受了重伤，还是不能走的。赶紧起来，不然打死你！哎呀，我错了，别打了。告诉你们，让你们赶紧赶路，就给我赶紧走，磨磨蹭蹭的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哎，这流放的人呢，都是没有人权的。哼，不过这个差役我算是记下了，不把人命当一回事是吧？哼，迟早要还回去。江千重的心里也是恼怒不已，挨打的人好歹是他的族人，但是此时他身受重伤，压根也做不了什么，就连自己都需要林锦绣背着走。那人好不容易挣扎了起来，却又因为速度太快，整个人头晕眼花，又倒了下去。官差觉得这个人在挑衅自己的威严，那叫一个生气。只是这次对方没有求饶，他趴在干裂的大地上一动不动。林锦绣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放下江千重。哼，扫把星，你敢去多管闲事，把那个官差引过来打我们，我们跟你没完。扫把星，不准过去！林锦绣皱着眉头，一把江雨山就朝着那边过去了。
差爷，您别再打了，他一直没有回应，肯定是出事了。小夫人会点医术，给他看看吧。官差听到这话，看着地上趴着的那个人，一动也不动，也被真的吓了一跳。行，你给他看看吧。江母有些诧异的看着江千虫，千虫，你知道锦绣会医术吗？你可得看好了，可不能让他受委屈啊。差爷，他死了。死了？这一命真是够搏的。既然死了，就挖个坑埋了吧。你们两个赶紧过去挖坑，把人埋了，继续出发。被点名的两人不想去挖坑，可是又不敢拒绝，就怕那鞭子落在自己身上来，还是忍着一口气去挖坑了。哎，夫君，他被打死了。江千虫的眼中闪过一抹黯然，随即又是咬牙切齿的开口：会还委屈他。一招落难，连个低等的衙役都能够欺上门来了，活活打死人却不用受到制裁。林锦绣却是皱着眉头，心中在嘀咕着，看样子应该多准备一点药了。那家伙刚才看我的眼神不对，怕是对老娘有什么想法吧。江千虫听到这里一愣，刚才距离离得远，倒是没有看到那个衙役对林锦绣的目光。不过要是他真的敢对林锦绣不利的话，我江千虫肯定就是拼死也会保护他的。与此同时，一股香味也传了过来，正是老太太那边传过来的。这个苏雨柔啊，送的吃食居然在里面做了手脚。哼，让这些人吃吧，吃了之后怕是活不了太久了。难怪原书中说这次流放江母死了，这些人到了目的地之后也都死了。江千虫的家人几乎一个不留。哎呀，谁能够想到呀，原来他的家人居然都是被小青梅给毒死的。而此时江千虫的心里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，所以苏雨柔过来压根儿不是来送什么物资的，而是来杀他的。因为他做来的这些食物是送给他的呀，这当真是留得后手了。刺客杀不死的话，凭借着苏雨柔送过来的食物毒死他。哼，看什么看呢？这些食物是苏姑娘送给老婆子我的，你们想吃呀，自己吃野菜汤吧。林锦绣不是能干吗？不是厉害吗？哼，原本还打算看在江千虫的面子上提醒你呀，现在哼，提醒个屁呀！有人要上赶着找死，哼，那我还真的阻止不了。毕竟他现在说了，说不定这群人还会说是他嫉妒他们有吃的呢。大伯母，你一个窝窝头吃不饱吧？我的窝窝头给你了，看我对你多孝顺呀！江千虫的眼里闪过一抹怒意，盯着江雨山。虽然江千虫现在也不能做什么，但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威严还是让江雨山害怕的。江雨山吓了一跳，然后赶紧回去了。母亲，快喝吧，多喝点汤，吃窝窝头。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窝窝头是杂粮，吃多了也没有坏处。林锦绣这么想着，自己也咬了一口。不行，太硬了。哎，还是没有办法安慰自己，得找个地方偷偷的吃个馒头充饥才行。夫君，喝点汤吧，喝完了我去看看能不能和官差那边买个馒头过来，毕竟他的手里还是有些银子的，买几个馒头应该不成问题吧。差爷，我家夫君身体不好，再一直吃窝窝头，我怕他身体遭不住，能不能请几位差爷行行好，给我几个馒头呀？放心，我不白拿，我花钱买，可以吗？说着，林锦绣竟是拿出了1两银子来。当然可以的。林锦绣把银子交过去的时候，那衙役还趁机摸了一下林锦绣的手。江少夫人，想要更多的馒头，今晚上跟我走一趟，保证你馒头吃不完，如何？林锦绣是一脑门的问号。这个衙役脑子不太清醒吧？他会为了几个馒头出卖自己吗？简直是做梦！要不是为了维持人设，他现在就想嘎了他。接过馒头之后给了钱，林锦绣只假装自己是被吓了一跳，拿着馒头回到江母和江千虫的面前。夫君，快吃吧。江千虫有些奇怪的看了一眼林锦绣。杨子，你也吃。林锦绣面上一脸感动。夫君，你身体不好，你吃吧，我吃窝窝头就行。实际上林锦绣却在心中暗自腹诽。哼，这馒头我可不吃，吃了亏心。几个馒头就想占老娘便宜，哼，干脆弄死算了。吃馒头的江千虫顿时一僵，林锦绣这是被占便宜了，就为了给自己换几个馒头。看着林锦绣的眼神，顿时有些心疼。林锦绣有些诧异的看着江千虫，心中嘀咕：这人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好像老娘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。江千虫有些诧异，这也不像是被人占了便宜啊，他有些搞不懂了。夫君，快吃吧，
吃了一个窝窝头，又喝了一碗野菜汤，林锦绣也吃饱了。别说从一开始的不习惯，到现在已经很习惯吃窝窝头了。林锦绣过去把锅清洗干净后，又弄了点药材煮水，等到水凉了之后灌到水袋里。姜母有些不解地看着林锦绣：“锦绣啊，这是什么药？”母亲有所不知，这是解暑的。你看大家都着急赶路，天气太热了，中暑的人肯定不少，喝一口能够预防的。林锦绣叹息一声，她只能管姜母和江千虫，其实这些被连累的人好像也挺无辜的。想了想，她又多煮了一些水，来到衙役面前：“这位差爷，你看这天气越来越热了，我这里有一些解暑的药水，各位差爷要不要来一碗啊？”他们是衙役，是押送的官差，谁知道林锦绣送来的东西里有没有其他东西啊？当然是不敢喝的。那些衙役也不管他打什么主意，让他不要过来献殷勤。这些人不喝，早就在林锦绣的预料之中。他又再度开口：“那我能给同行的人喝吗？”官差有些不耐烦地哼了声：“随便他们要是乐意喝的话，那就喝呗。”林锦绣这才端着自己熬制的药水来到被流放的人面前：“我熬制了防中暑的药水，有人要喝的吗？”他也不强制，只能随缘了。反正做了自己该做的，这些人如何选择，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。这里面有的人是在责怪江千虫的，因为江千虫他们被连累而流放的。“你这个扫把星的东西，我不喝！”“神他喵的扫把星啊，什么话呀这是？人家好心来送水。”一个人说着接过来一碗喝了，倒是整个人瞬间清醒了不少，然后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自己家里人叫了过来喝水。“夫人，你别听这些人胡说，王府为什么会被流放，明眼人都是知道的。更何况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享受了不少好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们还是明白的。有些话您别放在心上。”江家的人大部分看起来是明白事理的，当然除了一些白痴和已经被捧得极高的老太太。不过嘛，林锦绣一般不和将死之人计较。“好啊，你还真的想要摔死我，你这个黑心干的呀！”被骂的周敏瑜已经倒在地上了，生死不知道。江雨山吓了一跳，飞快地冲到自家娘亲面前：“娘，你怎么了？”老太太还在不停地谩骂：“闹什么闹什么啊！赶路都还有精力折腾，还是对你们太宽松了啊！”“差爷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娘亲吧！我娘亲突然晕过去了，你帮忙找个大夫吧。”像这种流放的队伍里面，一般是没有大夫跟着的，更何况眼下走在这荒郊野外的，哪儿去找大夫去啊？衙役一下子想起来，刚才林锦绣说他会点医术，算了，要是再死人，可得要扣钱了。他们赚点钱可不容易。你不是说你会点医术吗？过来看看这人到底怎么了。林锦绣原本是不想管这个闲事儿的，不过被点到名了，还是只能过去看看。江雨山此时看着林锦绣过来，也是什么话都不敢说，只能期盼的看着林锦绣。林锦绣过去给周敏瑜把脉，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，然后抬头看着江雨山。他这是身体劳累所致，再加上天气太热，中热了，好好休息的话，可能还活得下去。给你娘亲喂点水，别再让她继续背那个老太太了。江雨山满脑子都是可能还活得下去几个字，也就是说他娘快死了。怎么会呢？是真的没办法了吗？光喝点水怎么可能救人呢？一旁的衙役也听出来了，皱着眉头，这个人指定是活不下来的，这都吐血了，连个药方都没有。既然人还没有死的话，就背着走吧，死了的话就地掩埋。现在继续出发，不准再耽搁下去。流放的人每天要走多少公里是规定好的路程，他们遇到追杀已经多耽搁一天了，所以得要赶紧的加快进程才行。江雨山看着自己的娘亲有些为难：“差爷，能不能解开我爹的枷锁，让我爹来背我娘啊？”衙役还没有拒绝呢，老太太就先跳起来了：“那自然是不行的，江雨山，这是你娘，反正都活不成了，干脆就在这里埋了吧，免得一路上带着也是个累赘。”江雨山一脸震惊地看着自己的祖母：“祖母，我娘是因为背你才……”“哼，自己身子弱没用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带着你娘，那你就自己来，不带的话，就把她留在这儿。”江雨山看着周围的人都在看热闹，而唯一过来帮把手的林锦绣也回去了。
这孩子起码良心未泯，已经在努力尝试要把自己的娘亲给背起来。只可惜呀，江雨山自己都是个体弱的，虽然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是压根儿就背不动。但是他也没有放弃，他倒是个聪明的，背不起来就自己半趴在地上，把他娘放在背上，一点一点的朝着前头挪动。老太太为首的几个人硬是没有一个人去帮忙的，可以说是十分狠心了。林锦绣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的在心里叹息着：哎，果然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女人呢。林锦绣回到江千宠的身边，皱着眉头，有些没有中热的人估计也快了。看吧，已经有多人互相搀扶着都在行走，只是林锦绣没有想到，最先支撑不住的会是一个衙役。老王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是同伴呀，这不是犯人吗？这前后荒山野岭的，也没有大夫，只能又想起林锦绣来。这是中热了，喝点盐开水试试吧，不行的话便只能针灸。可是我没有银针。银针他当然有了，只是这个时候不好拿出来罢了。衙役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只能试一试。开水加了盐之后给人灌下去。我倒是觉得白天赶路太热了，要不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吧，免得中热的人太多了。晚上其实是可以出发的，打着火把就行。衙役看了眼林锦绣，又看了看这周围的人，一个个的无精打采的，有些人连站都站不稳了，确实看起来随时都要死过去一样。就地休息啊。江娘子，你会预防中热是吧？就中午给那些人喝的水，能不能再熬制一份出来，给没喝的人都喝上？他是押送衙役的头头，自然是不能让大多数人都死了的。这个可以是可以的。是有什么不方便的吗？我给主预防中暑的药水，得去采摘新的草药才行了。我今天可是都用了呀。这个没有问题，你采摘什么草药去采就行，我让我的人也跟着过去帮忙。啊，那好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今天那个让林锦绣晚上去找他的衙役王胖子站了起来。老大，不就是看着江娘子采药吗？我去看着他就是。你和齐三一起跟着去吧。说话的时候，林元还威胁地看了一眼王胖子。这一路上就只有林锦绣一个大夫，让他做事情不要太过分了。夫君，我去采药，预防中热的。你和母亲趁机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去看看能不能趁机找一点对你的伤势有治疗效果的药材。锦绣啊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吧。母亲，这山上野兽豺狼什么的很多的，你还是留在人多的地方，我跑得快，没事的。江千宠原本很是感动的，就听到林锦绣的心声。感动吧，你这个男人，我可是心心念念为了你去采药的，这些人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王胖子这一次我定要他有去无回。这个女人怕是个活阎王吧？这个江千宠是怎么回事呀？她现在不是应该一脸感动的看着我吗？然后承诺这一生一世都对我好吗？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什么意思呀？莫不是觉得我一个人跟这两个衙役出去丢了他脸面了？哼，他要是敢有这个想法，干脆直接死吧。江千宠有些无语了，这个女人的杀伐之心未免也太重了吧？不按照她的要求给出情绪，居然能够对自己起杀心，就这让她怎么可能表现出来对她疼爱的情绪嘛？你小心一些。憋了半天，还是憋出了这句话。我就知道夫君还是关心我的，放心吧，我还要给他们熬制预防中热的药水，两个衙役大哥肯定会保护好我的。哼，反正自己肯定能活着回来的，至于这两个嘛，哼，那可就不清楚了。反正这个王胖子是肯定得嘎的。江娘子，你这一路上还想不想过好日子呀？跟我可比跟着废物江千宠好多了。那废物现在武功尽失，你说你何必在他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江一可是在暗中跟着的，看着那王胖子过去动手动脚，差点就没有忍住冲出去嘎了他。我说你这个胖子还真的是一点没有自知之明啊！就你长得这个矬样，也配和我夫君相比？你给我夫君提鞋都不配。胖子，好好珍惜你剩下的生命吧。王胖子一脸的茫然，随即大怒：你敢咒我？哼，咒你？当然不是，是我给你下毒了，惊喜不？你给我下毒？快给我解药！解药啊？没有哦，看看你能不能跑得快吧。有狼啊！
正在采摘草药的齐三也迅速的跑了过来。江娘子啊，怎么了？狼在哪里呀？刚刚问完，就看到对面山间突然冒出来好几头狼。差爷，赶快跑吧，等到人多的地方就好了。王胖子站在原地，看着狼群过来，整个人都吓尿了，然后就被一头狼给扑倒了，传来凄惨的叫声。哎呀，可真惨呐！有狼，狼群来了！人群听到有狼来了，一个个都紧张起来，吓得瑟瑟发抖。锦绣，你没事吧？吓坏了吧？母亲，吓坏我了。心里面却是想着，哎呀，大美人就是心地善良啊，明明在害怕还不忘记安慰我。哟哟哟，以后我可要好好的保护好大美人才行。这个先生把江千虫要安慰的话直接堵在了嘴里，他一言不发。就听到林锦绣又在继续吐槽，哼，哪里像江千虫，真的是太冷漠了吧。喂喂，你老婆被狼追赶，差点被狼给吃了，居然都无动于衷，不是人啊！就是我为你做那些事情，那都能感动上天了，这个狗男人怎么一点都不感动呢？江千虫无奈了，他好像又得了个新的称号，狗男人。娘子，你还好吗？从他的心声来看，林锦绣的状态是很好的，不过从外表来看那就不太妙了，整个人还在瑟瑟发抖，狼嚎的声音也越来越近。林锦绣在算计着，哎，这个时候才追过来，那王胖子应该是被咬得不成人形了吧？希望江一给力一点，他要是没死的话就去补刀啊。江千虫愣了一下，这才想起来林锦绣说过让江一找帮手，然后暗中保护他们，没有想到江一已经回来了，居然不和自己联系，而是和林锦绣联系。他明白这个林锦绣是不得已接近他，为他做这些事情的，可是在外人眼中看来，林锦绣是爱惨了他呀，就连他的母亲和忠心的属下江一都是这么认为的。王胖子呢？哎，怕是被狼给撕碎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帮着江娘子采药，让王胖子看着江娘子的，结果正在采药的时候，山上有狼，狼看到人就扑过来了，江娘子跑得很快，还叫上我，我叫王胖子了，他也跑，不过他胖，跑得慢，被狼给扑倒了。齐帆只是说出自己看到的，林媛原本还有些怀疑，结果却是这般合理。谁让这个王胖子自己长得胖呢？遇到狼群跑不过，那可不就是死了吗？筒子，快给我弄条鱼过来呀！很快湖边游过来一条鱼，居然直接就停在林锦绣的面前。当然这一幕是没有人看到的。林锦绣捡起旁边的石头，挖掉了鱼鳞，处理内脏之后加水回去熬鱼汤去了。锦绣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母亲，是鱼汤。我刚才洗过的时候，这条鱼傻兮兮的游过来，被我给抓住了。好多天都没有尝到肉了，喝点鱼汤也好，对夫君的身体有好处。其实如果可以的话，衙役们完全可以去打猎的，只可惜打猎有危险，而且这些衙役也不听话呀。林锦绣甚至想着，要不自己干脆暴露本性好了，给这些衙役都中毒。下一秒，江千虫又听到林锦绣叹息的声音。嘿，还要在江千虫的面前装柔弱呀，不能这么做，真的好烦。江千虫为什么就喜欢柔弱的女子呀？江千虫对此也是无语的，他真的不喜欢柔弱女子。严格来说，他现在没有喜欢的女子，他倒是对林锦绣挺有兴趣的，倒是要看看这女人能够装到什么时候。你在炖什么？不会吧，衙役连鱼汤也要抢吗？差爷，是鱼汤，我夫君身子弱。话还没有说完呢，鱼汤就被一脚给踢翻了。谁允许你在这里喝鱼汤的？只准吃我们准备的食物。林锦绣对此是一个字儿都不信，看看老太太那行人吃的东西多丰富呀，衙役怎么不管呢？该不会是担心鱼汤能够让江千虫养好身体吧？这个衙役是别人派来的，不行，那他就必须对这些衙役下手了，不然这么下去，江千虫岂不是会因为身体太虚弱而直接死掉吗？这个差爷，你再乱说吧，你看大家谁没有吃过自己的食物，为什么到我这里就不行了呢？哎呦，您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王爷呢？您现在就是个阶下囚，老子不让你吃，你就不能吃，懂吗？江千虫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？瞬间就怒了，第一次痛恨起这个身体来。哼，这个今晚上你必死呀！我这么护着的江千虫，你竟然敢这么说他？打掉他！江千虫本来是很屈辱的，双手都握成拳头了，但是又听到林锦绣的声音，嘴角却是不自觉的上扬了些。林锦绣其实是真心护着自己的吧？林锦绣看着洒在地上的鱼肉，心中呜呼哀哉。
江千虫听着林锦绣在那边暗中吐波鼠尖叫，明面上啃着馒头，就好笑。林锦绣嫁给自己，倒真的是委屈她了。也罢，她要做什么，那自己配合就好了。林锦绣，你抓鱼很厉害吧？立马给我抓一条鱼，你要是能够抓上来，我就让你们吃，如何？要实在不行，想吃点好的也可以，让江千虫从老子的胯下钻过去。林锦绣沉默了一下，看着眼前的衙役，我会算命，你信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很简单，我给你算了一卦，你呀活不过今晚。他为难你了？对，他好过分呢，他让我给他抓鱼，还要让你钻他的裤裆，不要脸！江千虫啊，赶紧黑化吧，去争这天地，狗皇帝就不配呀！现在还只是动嘴，我今天估计是要动手了。你娘亲就是死于这次流放呀！要是江千虫在我想让他晕过去的时候，就直接晕过去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够自由发挥。看不惯的人，直接嘎了。杨子，我有些不舒服，之后可能会经常睡觉，到时候你多照看着娘亲一些。好的，夫君。心里开心到飞起。哇哦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天终于听到我的祈祷了吗？林锦绣的心情好了，有的人心情就不好了，特别是刚刚那个被林锦绣诊断为活不过今晚的衙役。喂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林锦绣，这女人邪门的很。你知道她刚才跟我说什么吗？她说她会算命，还说我活不过今晚，开什么玩笑？老子身体健康，怎么可能活不过今晚？随便说的也能够吓唬到你，你可真是胆儿小。你去找林锦绣的麻烦了？你们是不是忘记王胖子了？什么意思啊？王胖子怎么了？他不是被狼给咬死了吗？齐三叹息了一声。王胖子也是去找林锦绣的麻烦，麻烦是上午去找的，人是下午被狼咬死的。你说真的还是假的呀？我吓唬你有什么好处呀？大家都认识，我提醒你们啊，别去招惹那个林锦绣。喜子，你跟我来一下，王胖子的死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这个事情吧，说出来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呀。但是齐三还是说了一遍。我只看到林锦绣在狼群来的时候拍了一下王胖子，王胖子就被咬死了。按理来说，王胖子虽然胖，但是跑起来还是很灵活的。而且我的前辈告诉过我，不要去招惹一个大夫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林元皱着眉头，大夫真的这么厉害吗？而且林锦绣还说了，袁琦今儿晚上必须死。其实是不是的，就看袁琦能不能活过今天晚上了。下衙役们肯定会过来求救的，背上的应该睡着了吧？要不他偷偷的点了江千虫的睡穴？不用，我自己会睡。江千虫很是配合的歪着头靠近林锦绣的肩膀，这是要睡觉了呀。林锦绣有些诧异，看样子是老天都在帮着自己。下一刻就听到后头传来喊叫声：好痛，我身上好痛，救命啊，快救救我啊！林元都吓了一跳，看着这一幕，想到齐三的话，不要去招惹任何一个大夫，脑中打了个寒战。那个老是一脸笑意温温柔柔的女人居然这么可怕呀！快叫江娘子过来救人！江娘子，江娘子，你快去看看那个袁琦吧。这位差爷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我就是懂一点药理，这突然发疯的人我可看不了啊！求求你了，江娘子，你就给他看看吧。这治不治得好的先给看看再说呀。母亲，你照看一下夫君，我去就回。你别靠太近了，万一他发疯了，担心伤着你。我知道的。袁琦，让江娘子给你看看。袁琦瞪大双眼，就是他害的我啊！差爷，你也看到了吧？我可没有碰到他，他不要我看的，还是不强求了吧？看，你跟我看，你要是看不好我，你就跟我一起死。那我不看了，看不看都是死。再说了，我们是流放的人，这个不错，但是也是百姓，不是犯人。他们被判了刑，只是被流放，只要不逃跑，就不是犯人。差爷，要不还是叫你们领头的大人过来一下，没有他发话，我还真的不敢给他治疗呢。齐三皱了下眉头，还是转身找林元去了。就算是林元不杀你，你们也活不了多久的。哼，总比你活得久啊！我说了，你活不过今天。果然是你这毒妇，你……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整个人就憋着一口气，活活的憋死了。李锦绣摇头，就这个气象还要和自己作对呀？齐三和林元过来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袁琦咽气，两位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他的死，你们不会怪罪到我的身上吧？我可是无辜的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碰过他哦，大家可都是看到的。林元神色复杂的看着林锦绣，他懂了，这个林锦绣啊，其实很有能力吧，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嘎了他们呀。
只是因为江千虫现在重伤不方便，所以留着他们来护送的吧。江娘子误会了，是她自己找死的。既然暴毙了，那就埋了吧。埋完之后，咱们继续出发。林锦绣惊讶了，这个林元是个聪明人呐，原本还以为要费一番手脚呢，没有想到对方这么识趣。识趣好呀，识趣的人才活得久嘛。母亲，你照看一下夫君，我去洗锅。江千虫知道这家伙又去抓鱼了，到了湖边，果然就听到林锦绣和那个叫筒子的对话了。筒子，快快，再弄一条大一点的鱼过来。早上那条鱼真的是浪费了。系统无奈了，但还是心疼林锦绣的，直接弄了条大鱼过来。很快，鱼香味又传了出来。江娘子，你们的馒头。林元有些奇怪，他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不吃老太太那边的吃食呢？老太太那边还有苏玉柔送过来的那些东西啊，可不是人人都有命享受的。听到这话，齐三就是心中一惊，这什么意思呀？难不成那些东西也被林锦绣给下毒了？夫君，快吃吧。林锦绣的心里无限的怨念。筒子，我自己都没有享受过有人给我提出鱼刺来，居然是我先给人服务，哼，真的是烦死了。谢谢娘子。林锦绣的心里松了口气。好家伙，这人总算是正眼看自己了，居然还会道谢了，而不是被逼的。其实如果不听到林锦绣的心声，江千虫怕是已经对他心动千百回了。丫的，有好东西不能拿出来，也是很郁闷呀。不过没关系，再过去不远处就有镇子了，可以在镇子上头买东西。当然前提是衙役让他去，想来林元现在应该不会不同意吧。娘子是想要收下林元做手下吗？夫君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林元是你的手下呀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吩咐他做些事情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呀。林元不是他的人。话说回来，林元过来押送他，倒是没有对他有什么恶意，只是公事公办。那林元到底是谁的人呢？傻子，郁闷到了吧？我当然知道林元不是你的人呐，你上辈子能活下来，还全都是靠林元照看你呢。我当然不会告诉你，林元是一个爱慕你的女人的下属。对哦，那个女人是真心爱慕你的，只可惜呀，命不好，救了你，暴露了她，害得她惨死呀，真惨。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心声一愣，一个女人安插的林元前来保护自己的，看了一眼林锦绣，光在感叹，却不说对方是谁。江千虫现在甚至都有些怀疑了，林锦绣是故意的吧？莫不是林锦绣知道自己能够听到他的心声了？你想要做什么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去买一辆板车，到时候你就坐在板车上，我推着你走啊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的。林锦绣觉得自己还是得去和林元沟通一下，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行。江千虫也是皱着眉头看着林元的方向，找个机会得和这个人接触一下。儿子，娘来了。那个孩子还是个襁褓里的婴儿，此时呼吸微弱，任由红姨娘怎么喊都没有反应。王妃娘娘，您救救我的儿子吧，我的儿子他不会哭了。这孩子在路上一直都没有哭过，林锦绣早就注意过这个问题了。这个孩子注定是活不下来的，更何况他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拯救这个孩子呀。他需要好好的静养，用名贵的药材续命，眼下的条件根本就不允许。他没救了，没救了？怎么会没救了呢？明明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。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们呀，有些东西最好别乱吃呀。你们确实当我是嫉妒你们，现在出事了再来找我，我可没有那个能力呀。你是说这些粮食有毒？不然呢？大家吃窝头的都还能坚持起来走路，偏偏这群人起不来了。江娘子啊，咱们也不能耽搁时间呐，最迟明天就要到达前面的镇上，这群人不起来，不可能放任不管呀。叫醒也简单，在他们的脸上泼水就能够清醒了。虽然会很累，但是又死不了，可以走。至于这个孩子嘛，主要还是太小了。林锦绣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你明明知道那些粮食有毒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你害死我的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说着就一把朝着林锦绣冲过来。林锦绣都惊呆了，看着冲过来的人，下意识的就抬起脚，一下子把他给踢回去了，躺在地上不知道生死。林锦绣心中一慌，倒不是担心红姨娘的安全，而是担心江千虫，万一他觉得他很凶残怎么办呀？那之前那段时间岂不是白装了？江千虫感受着林锦绣的心声，说真的，他觉得林锦绣这样两面派还挺有意思的。他也并不打算拆穿他，
所以整个人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，闭着眼睛睡觉呢。哎，江千虫还在睡觉呀，还没醒啊。哎，还好。不过红姨娘死了儿子还是值得同情的，让她去挖个坑，把她儿子给埋了，好继续出发。红姨娘一脸绝望，我儿子都死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活的？这个时代的女子一般就2个指望，一个是夫君，另一个就是儿子了。夫君她是指望不上了，因为他只是个妾室，那就只有儿子了。可是现在儿子也没有了，红姨娘根本就不想活了。是下雨了吗？喷水的那个衙役露出一口黄牙，又是一口水喷了上去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好臭！哎，你这人不识好歹呀你！我可是在救你们，看到没有？你那个弟弟死了，醒不过来了。江雨山听到话吓了一跳，昨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会死了呢？这个孩子是个懂事儿的，一路上被他抱着，不哭不闹的，抱了几天了，还是有些感情的，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？老太太和几房众人都被吓了一跳。差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林园看了一眼林锦绣，还是把刚才林锦绣的话说了一遍。老太太整个人都震惊了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？江千虫，你看看你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呐？简直就是蛇蝎心肠，难怪非要把东西送给我老婆子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老太太停下来了，不好意思再嚎叫了，因为她终于想起来，人家是非要把东西送给江千虫的，结果江千虫不要，才送给自己的，所以那女人的目的是毒死江千虫才对呀。一想到自己居然给江千虫挡灾了，老太太这心里不得劲儿呀。千虫啊，你弟弟也算是因为你的原因死的，你就不说点什么吧？江千虫一脸茫然，做出一副刚睡醒的样子。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祖母，你可别乱说呀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们，那个女人不安好心的，这些粮食不能吃呀，是你们自己不相信，现在已经醒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再等下去，等到天亮起来，太阳又大了。走吧，你要是现在不挖坑，就抱着儿子尸体一起走，等到休息的时候再挖个坑把他埋了吧。看在他死了儿子的份上，衙役还是对他手下留情了。红姨娘整个人就像是去行尸走肉一样，抱着孩子跟着队伍慢慢的走，没有人再让自己背周敏瑜了。江雨山只能自己背了，可是他实在是没有力气呀。差爷，我真的背不动我娘了，能不能帮个忙，帮我背背我娘啊？我身上还有点银子，都给你好不好？江雨山身上居然还有银子，老太太的眼中闪过一抹怒意。你那个娘估计都活不下去了，还浪费银子做什么？要我说，干脆丢在旁边吧。老婆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可是要流放的人，哪里能够随便留下的？快点，你们的人把人扶着、拖着、背着，不管怎么样，赶紧走，不然别怪我的鞭子不客气了。一行人一路前行，走出来不远之后，林锦绣的脸色就变了，前面居然看到好多尸体。娘子，怎么了？这些人又是渴死的，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些人会渴死？也就是说，从这里开始再往前走，至少走个几天几夜的路程都没有一口水。江娘子，这些人的死因是什么？他们都是渴死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。江娘子，接下来你有什么高见？刚才的尸体大家都看到了，看起来很危险。林锦绣从系统这边得到过剧情的，这次的流放，除了江千虫命不该绝活下来，跟着过来的整个江家全部都会死于流放的路上。前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呀？走个几天几夜没有水源，肯定是干旱很久了，这些百姓才会出来逃荒的。看穿着，这些死掉的人应该基本上都是百姓才对。其实林锦绣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是她又不能做先知，所以也不能说出来。娘子，那些尸体能烧了吗？如果是瘟疫的话，把那些尸体烧了，应该能够没事吧？就在江千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林锦绣其实是想答应的，可是系统拒绝了。宿主，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剧情的走向不能更改。这些剧情是刺激江千虫黑化的重要因素，如果因此被改变了，剧情可能就发生改变，系统不会同意的。而江千虫能救下江家已经不错了，至于江家还能够活下来的原因，是为了让江千虫不黑化的彻底，把苏雨柔当成唯一在乎的人罢了。江娘子，你的意思是那些尸体身上可能带着瘟疫？还好，刚才只是查看没有触碰，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他们要去岭南那边，是需要路过瑶王领地的。眼下这瑶王领地肯定是不能去了呀，他还想活着呢。不止他，
是这里的每个人都还想要活着呢。咱们可以从旁边的大山上头绕过去的，前面的官道是不能走了，过去说不定会沾染上瘟疫，只能从山路上走。你们啊，谁回去禀报这边的状况？回去报备一下，我带着他们走山路继续前行，只要按时到岭南那边签到就没有问题。那我回去报备吧，山路危险啊，老大，你们保重了。童子，给我一份地图啊！你别要求太过分了，给你地图，你是要开挂呀？不然呢？这大山里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迷路了，而且还要标注有水源的地方。这山林子里肯定一路上有不少人的，都是出来逃荒的。我顺便把这些人给收录下来，带去岭南种地呀。你觉得如何？身为系统，你难道不该为我提供一些帮助吗？比如救人有功德什么的。你只让我辅佐江千虫上位，就能够给我功德。万一到时候功德不够怎么办呀？系统一瞬间就无语了，宿主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？好像是不好忽悠了呀。好啊，系统，你不会是贪污了我的功德吧？你能不能给我发任务，然后给我功德，用功德兑换东西？你别不说话啊！你是不是坑我东西了？江千虫听到林锦绣的碎碎念，一时间也好奇起来。这个系统沉默，不会是真的坑他了吧？哎，行吧，我给你一张地图。系统认怂了，不对劲儿。喂，你不对劲儿哦，说到底是不是坑我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就拿着我想回家好压榨我。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可没有坑你，让你重生花费了我大量的本源力量，需要你去赚取功德来给我补回来的。等到我的本源力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我才有足够的力量送你回家吧。至于你累积的功德，除了辅佐江千虫上位之外，你做一件好事救一个人就能够获得功德。比如说你那个预防人中热的药水就赚了不少功德吧，不过都被我给吸收了。你想要地图，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去联系别的系统兑换过来的。嘿，你还能够和别的系统联系呀？当然可以了，一个位面只能存在一个系统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个位面，那我们系统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吗？我把地图灌输到你的脑海里了，你自己查看吧。最近不要再叫我了，我和别的系统联络很累的。林锦绣顿了一下，难不成真的是自己想多了？系统没有坑自己。江千虫嘴角扯了下，按照系统和林锦绣的对话来看，系统明显是心虚呀，虚张声势。偏偏林锦绣还信了，他也不能提醒林锦绣呀。算了吧，看起来系统也不会坑他坑很惨的了。哎呀，差爷，可以休息一下吧，我真的走不动了呀，求求你了。别说这些流放的人了，就是衙役们也是累得不行啊。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会儿吧。整个山坡上不少植物都干死了，可见这里的干旱有多重了。好在林锦绣这边的地图里标注了几个水源的地方，只是距离下一个水源怕是还得要走好久的功夫，在这之前只怕是要渴上那么一阵子了。哎呀，这前面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水源呢，接下来该怎么走啊？林大人，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们吧？你是这里做主的人呢，当然是你来说呀。江娘子，说实话吧，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听从王爷的，希望王爷能够带领我们活下去。眼下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把江千虫弄丢回去也是个死，还不如好好履行他的职责，安安全全的把人给送过去，好歹能够保全一条性命。你是真心的吗？以后的路上由我来做主。是，我们都听王爷的。那接下来的路我来指挥。主要是他知道哪里有水源，也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。那我就把他们的枷锁解开吧，这一路上肯定更加艰辛了。江家的众人都朝着林园道谢，虽然这都是看在江千虫的份上，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，哪怕是要死的江千虫也不是好惹的。今天晚上就暂时在这里休息吧，明天再出发，我来规划路线。主子，夫人，我们有人受伤了，夫人能不能帮忙救治一下？难怪这个时候会找过来，原来是受伤了呀，伤势有些严重的，嘴巴都干了，怎么不喝水啊？夫人，这一路过来都没有找到水源，还有那一片尸体是真的吓人，还好我们就在你们身后不远，解决了最后一批杀手，这才追上来的。另外，我们已经把我们上山的痕迹给掩盖了，应该能够暂时躲开杀手的追踪。夫君，让江一跟在身边吧，也好方便多个人照应着。这一路上过去还有不少难民，务必把这些人都收下。岭南之地只要是开发的话，还是可以复述的。林远等人怕是不太可靠，一起活下来还行，使唤的话肯定是不太尽力的，所以还是把江一留下才行。更何况山路危险，他也不敢冒险继续背着江千虫，万一要是给他摔一下，搞不好是要凉凉的。
江千虫能够听到林锦绣的碎碎念，听完这才发现，这个人满心满眼的都是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，为了自己的未来着想。好，这些天也辛苦你了，让江一带着人留下来照顾我吧。江一自己带着人，怕也是不好找活路的。林锦绣心里翻了个白眼儿，哼，丫的，感情这个狗男人以为我不愿意照顾他了，才把江一留下的。哼，随他想吧。江千虫感受到林锦绣变脸，有些无奈。他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他是真的心疼林锦绣的呀。明明是心疼的话，林锦绣是怎么听出来另一个意思的？想着要不要解释的时候，才发现林锦绣已经闭着眼睛休息了。那就算了吧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了。你是江一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人不是被追杀失踪了吗？命大嘛，还活着，这不是带着人前来继续守着我家主子？想来林大人应该不会反对吧？林元又不是傻子，眼前这个情况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说不定江一根本就没有失踪呢，只是找了个机会隐藏在幕后，跟着保护着。难怪呀，他们只在第一波遇到刺客，后面都是一帆风顺，感情是有人在负重前行啊。大哥，能不能让你的属下帮忙去背一下我娘啊？你是不是找错人了呀？你爹现在也没有带着枷锁，他不背谁背呀？你娘是个女的呀。这年头对女子的名声多看重，怎么能够找另外的男的来背她？你去叫你爹背，你爹不肯，你就去找林大人，让他把枷锁再给他套上。什么人呢？之前有枷锁不方便就算了，这都空出手来了，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不管。林锦绣说话的声音虽然是温温柔柔的，但是句句话都戳人肺管子。一直在后头转悠的江玉琪听了个一清二楚。好家伙，自己这要是不背的话，这女人肯定要给自己找麻烦的。你在这里胡乱说话干什么呢？你娘的事情我自己会负责，不需要旁人。江玉山有些意外，不过还是笑了。谢谢爹，我就知道爹你是最好的。林锦绣嘴角撇了下，这个江玉山脑子不正常吧？什么就是最好的了？最好的能够看着他儿子死了还无动于衷啊！江一，那个四叔的姨娘呢？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呀？你说的是红姨娘啊，她死了。昨晚上你休息没多久，她自己找了根树枝吊死的，林大人处理的，找了个地方挖了个坑埋了。这个女人也挺命苦的。主子，前面有水源，爬上去之后就能够喝水了。一听到有水源了，一个个的加快脚步。1个时辰之后，一群人终于来到水源的边上。这个水源并不大，就是一个小水潭，但是里面的水很是清澈。林锦绣检查了一下，松了口气，是安全的，可以饮用。把水晒一下，又给各自的水袋灌上，接下来的路上喝，然后再装水，再煮吃的。要是能够做窝窝头的话，就尽量多做一些。接下来还不知道还有多远才有水源，才有吃的呢。做窝窝头的话，可以存放的时间长一点。林锦绣发话，就等于是江千虫发话，而且安排的没有问题。很快就有人下去干活去了。刚刚生火开始，一只野鸡扑棱着翅膀，朝着这边飞了过来。林锦绣察觉到江千虫的眼神，露出一抹笑容。哼，看什么看呀？没有看过美女啊？嫂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娘吧！只要你肯救我娘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行吧，你把你娘背过来，我看看。本来林锦绣也不想多管闲事的，但是系统刚刚提醒他了。宿主，救人也可以累积功德嘛。还有你不是看不惯那个老太太吗？周敏瑜被老太太逼得都差点活不下去了，这要是醒过来，肯定给老太太添堵嘛。林锦绣听到这话，立马觉得有道理啊。嫂子，麻烦你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尽力。把脉过来，拿出银针给周敏瑜针灸。她是因为撞到脑袋，所以脑袋里面有淤血。你和她多说说话吧，大概还需要3天时间，她才可以清醒过来。至于吃的，等下你大哥的鸡汤，你也给你娘弄1碗过去吧。救人嘛，肯定是要救到底的，毕竟他都已经出手了，绝对不能毁了自己的名声呀。夫君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分给你的四婶1碗鸡汤。分吧，也就1碗而已。老太太那边闻着香味儿，那叫一个馋呐。老四啊，你去给我要1碗鸡汤过来。行，那我去问问，看看大侄子乐不乐意给你1碗啊。千楚啊，你那个鸡汤能不能给老太太1碗啊？她毕竟是你的祖母，你就该孝敬的嘛，你说对吧？江千虫皱着眉头，给祖母1碗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江千虫的心里很不爽。之前那么多吃的，他是一点都不给自己，这就算了，还不给他娘和他媳妇儿吃，现在却要吃他的，这让他心里怎么舒服得了？四叔，不太够，鸡汤总不就那么多，我娘和我娘子都是要喝的。千楚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你的祖母呀，你不是应该孝敬的吗？是啊，我应该孝敬，
可是身为祖母的儿子，不是更应该孝敬吗？祖母活着的儿子还有3个呢，为什么要来逼我一个孙子？林锦绣忍不住在心里给江千虫点赞。对，做人嘛，就应该睚眦必报才对。江千虫感受着林锦绣的心声，有些好笑，看样子没跑了。这个林锦绣和他是一类人，温柔什么的真的不适合他。这边的江雨琪看着江千虫一副没有任何商量的意思，只能转头离开了。